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热点。混乱的欧美机场能阻碍你放飞自我吗？机场人来人往，大排长龙，丢失的行李堆积如山。对于欧美的旅行者来说，这将是一个混乱的夏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等待安检线的队伍延伸出航站楼外，沿着一条道路进入一个大帐篷，然后转一圈又回到主楼内。有老人，有孩子，有婴儿，没有水，什么都没有。没有标牌，没有人帮忙，没有厕所。人们因为担心失去队伍中的位置而无法离开队列去远处找厕所。经过2年的大流行限制，旅行需求已经回升，但由于 COVID 疫情所削减的工作以及航空公司和机场工作人员仍然没有跟上。随着欧洲夏季繁忙的旅游旺季的到来，乘客在机场遇到了各种混乱的场景，包括长时间的延误、航班取消以及行李丢失等。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和希斯罗机场要求航空公司限制其航班号。廉价航空公司 EasyJet 正在取消数千个夏季航班，为避免航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以响应盖特威克机场和史基普机场的上线。北美航空公司写信给爱尔兰运输主管，要求采取紧急行动解决都柏林机场的重大延误。根据航空咨询公司 Cirium 的数据，本月1周内，来自欧洲大陆主要机场的近2000个航班被取消，史基普机场占近 9%， 另有376个航班从英国机场取消，希斯罗机场占 28%。在美国，情况也类似，上周，由于天气恶劣，航空公司在2天内取消了数千个航班，而夏季游客人数却在增加。机场存在人员短缺，处理新雇佣工人的安全许可需要更长的时间。对于前往欧洲的美国游客来说，美元对欧元和英镑的走强也是一个因素，它使酒店和餐馆更便宜。在希斯罗机场，上周，一大堆无人认领的行李占据了航站楼。该机场将责任归咎于行李系统的技术故障，并要求航空公司周一在2个航站楼削减 10% 的航班，这一措施将影响约5000名乘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今年夏天的安检队伍也很长，许多乘客在登机时间前5个多小时到达。由于许多人提前进入机场候机，以至于官员们不得不拒绝这些提前3个多小时抵达的旅客进入航站楼，以缓解拥堵。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航空公司表示，从周4开始为期3天的罢工将迫使约315个航班取消，并影响约4万名乘客。周4，希斯罗机场的英国航空公司值机人员和地勤人员投票决定罢工，日期尚未确定，但他们的工会表示将会选择在今年夏天举行。本月巴黎戴高乐机场发生了为期2天的罢工，一次是安保人员，另一次是机场人员，他们说工资跟不上通货膨胀的步伐。第2天，1/4的航班被取消。尽管如此，机场问题不太可能阻止人们放飞自我，因为人们在大流行之后已急不可耐地盼望去重拾那无拘无束的旅行体验。防止窃贼入室盗窃方法有哪些？大温哥华地区的警方提醒居民，虽然户外的盗窃案有所增加，而入室盗窃事件有所减少，但小偷正在改变他们的策略。使用车库开门器是最大的问题。几年前，最主要的是如何防止盗贼破坏门窗入室盗窃，但家庭安全警报器和视频设备正开始改变这一趋势。调查人员发现，窃贼是通过未锁的汽车中取下车库门开门器进入。如果从车库通往你家的门没有锁上，窃贼就会直接入室。不要把备用钥匙放在花盆下面，这一方法每个人都知道。调查人员建议不要在外面留下任何东西，包括梯子。它们可以帮助小偷爬到上层，通过未上锁的窗户进入室内。
大温哥华地区建议广大市民采用99家庭安全防护方法，即每晚晚上9点进行9件常规检查。1. 从车内取出所有东西，贵重物品和车库开门器、空瓶和零钱。2. 闭紧车窗，锁上所有车门。3. 确保所有车库门都已关闭并锁定，包括从车库通向您家的室内门。4. 锁上梯子、自行车和花园设备。5. 关闭并锁上您家的所有门窗，即使外面很热。6. 设置警报并检查您的视频安全设备，确保能在手机应用程序上看到门前的活动。7. 让门廊的灯亮一整夜，这样你的前门就不会隐藏在黑暗中。8. 确保能快速取回放置在门前的外卖。9. 当你出远门的时候，让邻居从你家门口取走报纸和传单。到2023年，加拿大房屋短缺能缓解吗？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加拿大目前的住宅建设步伐将使该国到2030年面临350万套的缺口，远远低于住房负担能力的标准。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 CMHC 周四发布了有关加拿大住房存量挑战的最新分析。该机构预计，加拿大将在2021年至2030年期间再增加210万套住房，全国住房总量将达到1900万套。但 CMHC 表示，这将远远不足以使所有加拿大人负担得起住房。根据预测，到那时，加拿大将需要超过2200万个单位，才能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负担得起的房屋。在此期间，加拿大的建筑业将不得不将其预期的建造速度提高1倍以上。加拿大的住房供应方式需要重新考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加拿大许多地方的住房供应系统已经崩溃。然而 ，CMHC 指出，供应只是影响可负担性的一个因素，加快建设步伐并不能单独解决问题。报告中未考虑的其他投入包括影响需求的政府政策以及大流行后在家工作的持久性趋势。报告发现，在安大略省和哥伦比亚省将有2/3的住房缺口。魁北克也需要在未来10年内增加住房供应。如果安大略省能够在未来7.5年内交付住房185万个额外单位，那么平均房屋的价格将从2021年的87万1千加元降至49万9千加元。在哥伦比亚省，额外交付57万个住房单位可能会使2030年的平均房价降至67万9千加元，而去年为92万9千加元。这些预测并不认为房屋的价格也会下降，它只是预测了住房市场中占有更大比例的和更便宜的多单元建筑的价格预期。CMHC 还指出，在考虑低收入加拿大人的住房负担能力时，其评估平均收入负担能力的预测不足，并表示未来的报告将着眼于改善这些家庭的可负担能力。虽然 CMHC 报告侧重于各省的住房缺口，但大部分库存需要集中在大多伦多地区和大温哥华地区等大型城市中心。这些城市，许多人已经无法获得住房，必须认真对待负担能力问题，以免赶走急需的技能人才。在预计到2030年完成的220万套住房的基础上，为加拿大的住房供应增加350万套住房的目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Smart Prosperity Institute 高级政策主任 Mike Moffat 地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材料价格上涨之外，建筑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紧缩，因为金属板材工人、水泥工和电工的退休浪潮并没有被流入该行业足够多的新人所抵消。” CMHC 报告还指出，加大建设力度并不是增加供应的唯一途径。随着加拿大老年家庭比例的上升，多代共同居住的家庭也将缓解住房需求的压力。开发的地块被重新用于更高密度的住房也将是一个选择。虽然 CMHC 的分析没有考虑到联邦政府在4月份的2022年预算中宣布的4亿加元住房加速基金对建筑行业可能的推动，
但如果加拿大要成功的恢复到20年前的住房负担能力水平，那将是一个全员参与的努力。市政府、省和联邦政府在增加供应上必须保持一致。2022年全球10大宜居城市，加拿大30%入围。经济学人智库 EIU 发布了全球最宜居城市最新年度排名，其中加拿大有3座城市入围前10名。经济学人智库是经济学人的姐妹组织，今年对173个城市在教育、医疗、文化和环境、稳定性和基础设施5个方面展开评估。总的来说，欧洲在本年度的宜居榜单中占主导地位，在位居前10名的11个全球城市中占了6个，其中有2个城市并列第10名。维也纳重新回到3年前的榜首位置。而在2021年，由于 COVID 引发的博物馆和餐馆关门，其排名下滑到了第12位。在过去的2年里， EIU 的全球宜居性排名主要是由 COVID 大流行驱动的，封锁和社交距离措施影响了世界各地城市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得分。然而，在我们最近的调查中，该指数已经正常化，因为许多国家已经解除了限制。维也纳本次赢得了99.1分，满分为100分。他成功击败丹麦哥本哈根，还要归功于其较高的医疗保健得分。哥本哈根此次排名第2。瑞士则是欧洲唯一一个有2个城市进入前10名的国家，苏黎世排名第3，日内瓦排名第6。在经济学人的宜居城市排名榜上，苏黎世的地位一向稳定。去年由于新冠疫情因素，亚太城市强势囊括前6，即便如此，苏黎世去年仍获得第7的亮眼成绩。此次加拿大有3个城市入选，卡尔加里、温哥华和多伦多成为大赢家。卡尔加里此次和苏黎世并列排名第3，成为最高排名的非欧洲城市，把众所周知的温哥华、多伦多甩在了后面。卡尔加里的空气质量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全年平均每立方厘米的空气中 PM2.5 含量仅为5，远低于加拿大其他城市，也是加拿大阳光最充足的城市，四季分明。最重要的是，房价比温哥华和多伦多低不少，教育资源又很多，排名如此靠前也就不足为奇了。排在第5名的加拿大温哥华，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作为加拿大太平洋的门户的温哥华，既有优美的自然风光，也不乏大都会的繁华和气派，既有乡野的安逸和静谧，也绝不缺少新潮与时尚。加拿大城市多伦多排在第8位。在去年的榜单中，加拿大没有一个城市上榜，可见经过1年的调整，无论在控制疫情还是稳定生活方面，加拿大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德国法兰克福排在第7位，荷兰阿姆斯特丹排在第9位。此次，唯一进入前10名的亚洲城市是日本的大阪和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共同排在第10位。在今年的排名中，有一些曾位居前列的城市表现却令人意外。去年的冠军新西兰奥克兰，在2022年跌出了前10名，落到了第34位。而2021年排在第4位的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今年也跌出前10。英国首都伦敦在今年的排名中上升了27位，位居第33位，而美国洛杉矶则上升了18位，位居第37位。由于俄乌战争，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年不在这份排行榜中，俄罗斯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则因西方国家制裁影响，排名下滑。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